非洲野狗让猎狗望而生畏，它们的实力究竟有多强？猎狗瞬间认怂。在非洲大草原上，生存着许多野生动物，其中人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草原之王狮子以及非洲二哥猎狗了。并且猎狗之所以能够坐上二哥这个位置，和他们喜欢掏肛的习性脱不了干系，这就导致虽然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，但很多人都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印象。不过你敢相信吗？在非洲草原上竟然有着一种生物能够无视猎狗的掏肛技能。既然区啊，那么他们又会是何方神圣呢？这是一种名为非洲野狗的生物，名号的响亮程度仅仅在猎狗之下，甚至还从一众犬科动物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非洲草原生人们公认的最强犬科动物。相信一定会有人感到好奇，为什么这个称号会落到他们的头上，而不是用来形容猎狗的呢？其实猎狗虽然名字中有个狗，但它们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犬科，而是属于一个独立的品种，所以最强犬科动物就无法落到它们头上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猎狗和非洲野狗相遇的话，它们谁的实力才能够更胜一筹呢？按理来说，猎狗的体型比较大，所以在战斗中一定是具有明显优势的。然而随着人们的观察，有人发现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是非洲野狗与猎狗单打独斗的话，那么从所有方面来看，猎狗的实力都是超过非洲野狗的。不过从事实证明，它们都属于群居动物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非洲野狗的实力却能够反超猎狗。为什么同样是群居动物，实力较弱的非洲野狗却能够反败为胜？对于非洲野狗来说，它们种群中的领导者一般都是雄性，但猎狗却恰恰相反。由于雌性猎狗的体型比较大，所以在种群中才能够起到主导的作用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非洲野狗有着猎狗完全没有的优势，那就是它们团队中常常保持着团结的心态，而猎狗不仅不团结，还会时常发生内斗，导致战斗机大大降低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非洲野狗才能够在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反败为胜。既然如此，那么非洲野狗群为何会如此团结呢？根据人们对它们的研究发现，非洲野狗群有着成熟的战斗策略，并且与狼群比较相似，种群中同样有着严明的等级制度。不过相较于狼群的严格，非洲野狗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亲密一些。更重要的是，非洲野狗的智商非常高，不仅能够识破人为设下的陷阱，还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将同伴救出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非洲野狗群通常都采取非常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如何活动，它们喜欢与同类社交，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声音表达自己不同的情绪。并且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野狗群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一般都会采取投票的方式，而打喷嚏就是他们投票的信号，并且种群中的每一只个体都有着投票的权利。这样看来，非洲野狗的团结却是大大提升了他们的能力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能够在充满危机的非洲大草原上生活下去。既然非洲野狗有着如此强悍的能力，那么它们的生存现状又是怎样的呢？按理来说，能够在非洲草原上拥有自己一席之地的动物，它们的实力一定都是不容小觑的。所以在自然界中，拥有着强大能力的野生动物，它们想要生存下去也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。不过就算非洲野狗却没有因为它们强大的实力而过得轻松，恰恰相反的是，如今自然界中野狗的数量不超过3000只，甚至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了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它们落得现在的处境呢？事实上，无论是在强大的动物，在面对人类的时候，它们也会变得非常渺小。由于非洲野狗的实力不容小觑，所以人们为了防止它们袭击家畜，便开始对它们进行猎杀，因此导致非洲野狗的数量迅速减少。除此之外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导致非洲野狗的栖息地逐渐减少，甚至影响了它们的生存繁衍。更重要的是，非洲野狗十分容易遭受到细菌的感染，并且在非洲草原这种充满危险的地方，一旦有一只野狗感染了传染性疾病，那么其他个体很快也会跟着遭殃。所以这样看来，非洲野狗的存活率并不算很高。不过人们现在已经开始注重野生动物的保护问题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它们就能够摆脱濒危的困扰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